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在之前的影片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过要怎样去操控你的部队野战。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影片算是一个伏笔吧，因为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呢，就是集团军。因为有很多玩家可能都没有太花钱去玩这个游戏，就讲他们的队伍可能没有办法弄到7队、6队这样子，但是他们又想要享受大佬那种有集团军的感觉，就是可以带7个队伍以上。而且如果你控制集团军的话，其实操作上面呢会比较有优势，尤其是打一些小的团战啊，又或者是要推进的时候，如果是交给一些比较敢去冲的玩家，其实推进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就比方说像我这个骑兵账号呢，其实就是没有什么花钱的，比较难出到7个队伍或者是6个队伍。像我这边 KVK 都差不多快要结束了，但是我的队伍依旧还是6个队伍而已啊，我还没有提升到7个队伍。所以像我打 KVK 期间呢，我就开集团军，就是要求我的队友加入我的集团军。但是要怎样正确的去操作集团军呢？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啊？这个才是重点。是不是你们曾经遇到过，为什么有一些集团军打出来的报告是好的，有一些报告是亏的？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它那个原理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要怎样去改善这个问题。所以首先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如果你们要用集团军的话，其实它那个效果跟我们用7个部队是类似差不多的。那我们正常打架的时候，你的部队肯定是会围成这样子啊，因为它这个是打野蛮人，所以比较扩散一点啊。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们操控更加多的队伍，就会直接围成一个圆圈。那我们这边先开一个集团军做个示范。开集团军就是来到联盟界面战争，来到集团军点击，然后你选择你其中一个队伍，按创建就可以了。你接下来就是要等你的其他队友加入你的集团军。那么这边呢，我就开了一个集团军，但是我只有6个部队啊，然后因为我这个是在王国里面做示范啊，所以我的集团军呢只能带5个人而已。如果你们是在 KVK 里面的话，其实是可以带7个人，也就讲那个部队的数量会更加多，会更加难控制。当然的，如果你们要推进的话，也是会更加有效率啦。那首先要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集团军是没有办法按撤退回去的。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是用键盘啊，又或者是你是用手机的快捷键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把这个搜索按钮变成返回按钮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集团军的话，你就全选部队，按 R 键，让你的部队回去的时候，只有集团军会留在这边，其他的队伍都会回去。这边有做个示范啊，我按 R， 你们看到吗？我的集团军是不会回去的。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为什么在之前的影片我跟你们讲过，尽量不要一直去用 R 键，尽量你要习惯去用滑鼠来操控你的部队。因为如果你已经习惯一直按 R 键了，你的集团军有很大可能还留在原地打架，但是你其他队伍都已经回去了。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自己也是曾经遇到过因为一开始我不知道原来集团军是不能按 R 键回去，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部队还停留在原地，结果我的集团军就被人家打死了。而且你们要知道啊，我在失落之地里面，集团军里面是有7个部队的，包括我自己部队在内，就讲那7个人全部都遭殃了。所以这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不能按 R 键返回，这个是第一点。再来就是也是一样的操作方式，就是尽量让你们的队伍全部集中在一起，然后才去攻击你的敌人，就是不要让它分散了。然后我们攻击敌人的时候呢，这边要注意看了，因为我们这边部队会比较多，我自己本身5个部队再加另外4个部队，总共就已经有10个部队了。如果是 KVK 里面的话，就会有13个部队，7个部队再加另外6个部队。所以我们打架的时候，像我这边点击敌人，我们的队伍就会像正常打架一样，就是会围成一个圆圈，看到吗？如果你没有细操作的话，都会变成这样子，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问题。如果你们不细操作，就是一直点击敌人之后就让你的队伍直接这样子去打的话，你的部队都是会绕成这样子的。它不可能就是说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然后这样子去攻击敌人。像我这边人数少，其实算还好，它最多就一个半圆形嘛。那假设说你是在 KVK 里面13个部队，其实你的部队已经绕到后面去了，然后敌人就在这个方向嘛。大多数敌人的人群呢，都是会在这一条线上，就讲这边是敌人，这里也是敌人，这里
也是敌人，这里也是敌人。当敌人看到你的部队已经超过了他们这边的战线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打我这个部队，这边的部队就是反正在旁边的部队，前面这几个部队可能可以幸免，但是后面那几个部队是肯定没有办法幸免了。而且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部队的测试，如果我们正式打 KVK 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部队会更乱，有可能会在里面、在后面、在上面、在下面会更加复杂，你要去操控。所以像我之前的影片有教你们怎样细操作了之后，你们就可以更加得家应手。像我这边就会把我的部队先集中在一起，我在开集团军的时候啦，不管是集团军还是自己打 KVK 的时候，其实都是需要习惯这个操作啦。就反正你看到你部队没有集中在一起，你就往后再往前就可以了，然后就去锁定敌人。因为像我之前讲的，因为你的部队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当你攻击敌人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你的所有部队全部同时间都接触到敌人了，然后你再点击回原地，就让你的部队这样子去打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到还没有打到，再点了一次敌人，再站回原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需要让你的部队就是围成一个圆圈，它才会打架。这样子打架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要习惯那个操作，点击敌人，点击地面，点击敌人，再点击地面，停留在原地，不要让自己的部队围成一个圆圈。这个你要慢慢习惯。当你们会这样子操控之后，其实你的报告都不会太亏的。关于这个部分，你们可以去看我的直播影片，像这边我就有分享我是开集团军，然后有问一下我自己的队友报告有没有亏，他们都讲报告都算 OK 啦，没有说很亏。然后这边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报告打出来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会操控，不会操控的话你就等于死掉了，基本上都是赚了，不会亏的。你要敢冲，不要你带这么多部队还撤退，并且你们可以看当时候我所携带的集团军呢，并不是每个部队都是很强的，像这些有装备不齐全的，可能金色加紫色，或者是像这样子金色加紫色，然后少了2个装备的，甚至更惨蓝色加绿色加紫色的都有，部队都没有满的情况下都是可以打的。像我隔壁这个也是一样，紫色加金色，这样子的阵容正常来讲我们去打架的话肯定是死的嘛，或者是对方肯定是死的嘛，但是多数我自己操控的情况下，我的队友都不会死掉，就是都可以留在我的队伍里面安然无恙。这个就是看操作的那个人他的战斗方式是怎么样了。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是把我自己的队伍交给我的队友，而且你们要知道啊，我给他的队伍是秦始皇。秦始皇其实是一个不管怎样打战报都是会赚的一个统帅来的。因为一方面也是看到他是携带工兵啊，所以我身上唯一有工兵元素的统帅呢就只有这个部队而已，所以就交给他了。结果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队伍依旧还是黄色跟白色的情况下，他已经把我的秦始皇弄成红色了，他是在这边打，这里的人数都没有比我这里多，但是我的秦始皇就这样子挂掉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搞的就是尽量保持你的怒气不要断掉就可以了，让你的所有队伍尽量去接触到敌人，然后集中在一个点上，当然不要距离敌人太远啦，有些敌人他们也是会来回拉扯啦，所以你接触到敌人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挺高的。像我们这样子站着打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发现到你的队伍没有站着打，跟对方接触到没有进入战斗狂热，怒气没有提升的时候，你再细操作，就很像你点击这个队伍让他去打敌人，然后再回来，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过我的重点还是那一句啊，当你可以携带这么多部队的时候，就不要这么怂，往前打，不要撤退。我看到很多人开了集团军，但是他在后面打架，我也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东西。你的部队优势这么多，人数这么多，那如果你是身为加入集团军的玩家，你就要看清楚这个玩家会不会打，你先放1-2个部队去测试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他操控不太行的话，这样你就换去给别人去操控，不要让这个人去操控了。还有就是你们要注意的一点，这个玩家他所携带的兵种是什么兵种，但是你们刚刚看我操控的时候有发现到，为什么有些部队比较快，有些部队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部队全部都是骑兵嘛，所以我的部队会跑得比较快一点，我的其他小号并没有这么多的骑兵，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的现象啦。
有些部队快，有些部队慢。因为开集团军的时候呢，其实开集团军的本人是可以看到自己的部队在哪里的，他看到自己的头像而已，他看不到后面的。如果他已经是开了过滤模式啦，如果没有开过滤模式的话，其实是看到的。但是现在的 KVK 战场呢，多数都是已经关闭了啦，就讲看不到。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他的步伐一致，就是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的话，就看他带什么兵种，你就带什么兵种就可以了。你不要人家带工兵，你跑去带骑兵，这样你就比较快。当他操作的时候，你可能你的部队已经接触到人了，他自己都还没有接触到，就变成说你送进去人群里面已经死掉了。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集团军的一些细节啊，操作的部分。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当然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